科学家正在努力打造一种所谓闭环刺激系统，它的原理不复杂，但想象起来颇有未来感。设备实时监听你的脑活动，一旦捕捉到自发出现的慢波，就会在恰当的相位、恰当的时机给大脑一个轻轻的推动，可能是一个微弱的电刺激脉冲，也可能是一声几乎听不见的点击。这听上去违反直觉。既然慢波象征着深睡，为什么外界的干预反而能让它变得更强？然而证据越来越清晰，只要时机精确，那一点点外来的推动就像给摇摆中的钟摆补上一力，大脑会被带入更稳定、更强烈的慢波节奏。它模拟的正是我们在夜晚最初阶段自然拥有的那份深沉。换句话说，科技正在尝试复刻大脑原本在睡眠前半夜最擅长的节律。之所以现在大家转向非药物式的睡眠调控，原因其实很现实，靠药物改善睡眠的效果这些年并不算理想。回头看一眼历史，睡眠可以说是最早被化学家盯上的生理功能之一。如果不算更早、更古老的鸦片，就像莫里埃在《想象病人》1673里调侃的那种催眠之力，真正的突破出现在上世纪中叶，那是苯佐二氮卓类药物问世的年代。它们由利奥斯坦巴赫合成，一位生于奥匈帝国，在利沃夫大学取得药学学位的波兰科学家。如今的利沃夫已经属于乌克兰。苯佐二氮卓类诞生后，几乎立刻成为史上最常被开具的药物之一，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 Valium， 名字源自拉丁语 Valere， 意思是健康，每年都有数十亿剂量被开出。直到今天，它的短效、副作用更低的后代药物仍在全球广泛使用，但随着时间推移，副作用、依赖性、耐受性这些问题越来越清楚，人们也开始意识到，靠药物来制造睡眠，或许永远无法真正代替睡眠本身。苯佐二氮卓类药物以及与其结构相近的催眠剂，通常通过一种方式发挥作用，它们是大脑中某类抑制性受体的变构调节剂。这些受体本来由一种叫 GABA 的神经递质激活，而药物会让这种抑制信号变得更强。但问题是 GABA 几乎遍布整个大脑，所以要解释为什么增强它就会带来镇静、带来睡眠，其实并不容易。好在这些年，科学家已经找到了越来越多与药物相关的特定作用区域和对应的细胞机制。可最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点，如果你把这些药物诱导的睡眠和真正的自然的深睡放在脑电图里对比，你会发现它们并不一样。药物确实让人睡着了，但 EEG 上的慢波反而减少了。也就是说，这种睡眠看起来像睡着了，却不像大脑真正需要的那种深度修复状态。从生理角度看，它更像是被外力按下的一种静音模式，而不是身体主动进入的夜间节律。更进一步的药物研究把目标转向了大脑的另一套系统——食欲素系统，也叫下丘脑分泌的食欲促素。上世纪90年代末，科学家发现它与猝睡症之间存在直接关联，这一点几乎改变了整个睡眠科学的方向。现在的思路是，如果通过阻断食欲素受体，就能压低维持清醒的神经回路，让大脑更容易产生慢波，从而进入一种更浓度、更高的睡眠状态。这种睡眠可能更具修复性，至少从脑波的角度看，它更像真正属于夜晚的那种深沉。不过，理解慢波真正的意义，还得回到睡眠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模型之一——睡眠稳态理论。稳态的概念来自生理学，指的是一个系统如何通过不断调节自身参数来维持动态平衡。应用到睡眠上，它的核心思想很直白。白天醒得越久，消耗越多，夜里产生的慢波就越强，也就是常说的困意会累积。而我们在睡眠前半夜看到的那片慢波高潮，正是这种稳态机制的直接体现。沃尔特·坎农在《身体的智慧》1932里写过一句很动人的话：不稳定的我们学会了维持稳定的技巧。这句话建立在更早的基础上。19世纪的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提出一个重要区分：外在的宇宙环境和生物体内部的内环境，后者必须保持稳定，生命才能持续。睡眠稳态就是在这个框架中诞生的。瑞士睡眠学者亚历山大·博尔贝利提出，越是长时间清醒，体内就会累积一种睡眠压力，它不是情绪，而是生理的负荷。这种压力不断堆积，像水位上升，最终会逼迫我们进入睡眠，而且往往以更深、更强烈的慢波来偿还。睡得多或者睡得更重，都是系统在把自己拉回平衡点。这正是稳态的含义：耗散、累积、补偿、回归。身体就像一位守夜者，在失衡和恢复之间无声运作，维持着我们得以继续醒来的那点稳定。早在19世纪，像《霍尔健康杂志》这样的刊物就不断强调一个朴素却直观的原则：睡多少取决于你之前耗损了多少。他们写道，休息的分量应当与前一天的劳累成比例，越努力工作，越用力思考，就越需要睡眠。而如果你不还这笔睡眠债，后果在当时的描述里几乎带着一种恐吓般的戏剧性，身体会衰败，精神会错乱，甚至可能提前走向死亡。这是19世纪的语言风格，
但意思很清楚。在他们看来，拒绝睡眠就像拒绝呼吸一样，违背生命规律。与此同时，人们也注意到，睡得太多通常也无害，只是会让整个人变得懒散、迟钝，甚至近乎愚钝。尽管如此，当时的建议颇为务实。如果你不想在不合时宜的场合打盹，比如在教堂里听一篇冗长乏味的布道，他们说没有比这更有效的方法了。出发前先睡一小觉。有趣的是，这种19世纪的生活智慧竟然与现代研究不谋而合。额外的睡眠确实能帮助我们对抗之后的睡眠不足，科学家甚至给它起了个名字——储蓄睡眠。那么，当我们被剥夺睡眠时，大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几十年来睡眠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研究发现，那些典型属于睡眠的慢波 EG 上的特征电位，其实在清醒状态下也相当常见，尤其是当我们神游、发呆或已经疲惫不堪、濒临睡眠时。这或许意味着我们并不总是完全清醒的，看似醒着，实际上某些脑区可能已经偷偷打盹，结果就是判断失误、注意力断线，以及那些让人事后懊恼的瞬间失神。这种现象进一步支撑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想法：局部睡眠。也就是说，睡眠并非整个大脑的统一状态，大脑的某些区域可以在沉睡，而其他区域依然保持清醒。那么，一个看起来完全清醒的人，是否可能部分大脑已经进入了睡眠？反之，在睡眠中，我们是否也可能有某些区域依然醒着？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答案几乎可以肯定会。这不仅发生在梦游、夜惊或那些被描述为外星人绑架般的极端体验中，它更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哲学家把这种情况称为模糊性问题。当一个现象本身无法被精确划定边界时，我们对它的定义就会变得摇摆不定。事实上，不少睡眠科学家也承认，我们目前区分清醒与睡眠的方式其实远不够精准。于是，他们投入大量精力去修正、去重新定义，尤其是在这些差异会直接影响临床判断的时候。举个贴近生活的例子，如果你失眠了，或者昨晚怎么也无法入睡，原因可能不是你想太多，而是你的大脑有某些区域依然过度活跃，不肯关机。反过来，当你白天感觉疲惫、难以集中，这也许不是单纯的累，而是你的大脑里已经有部分区域偷偷睡着了。既然清醒与睡眠之间并没有明确的边界，那么要把某种警觉状态和意识状态精确对应起来，就变成了一项极为艰难的任务。做梦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早已知道，梦不仅会出现在脑活动极为旺盛的 REM 睡眠中，也会在安静得多的非 REM 睡眠里悄然发生。早在19世纪，人们就提出过一种概念：部分睡眠，也就是心智的某些能力可以先睡去，而其他部分仍保持清醒。不过，这一想法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几乎无人深入探讨。1897年，进行过开创性睡眠剥夺实验的俄罗斯科学家玛利亚·马纳塞伊娜写道：睡眠并不是大脑活动的完全停止，大脑依然保持部分活跃，只是那些作为完整意识基础的结构进入了睡眠状态。随后，在1972年，来自比萨、享有盛誉的意大利神经生理学家朱塞佩·莫鲁奇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睡眠并不涉及整个大脑，也不一定涵盖全部新皮层，它主要影响的是那些在清醒时负责或与意识行为相关的神经元与突触。20世纪末，这些零散的观点开始被系统化。美国科学家詹姆斯·克鲁格和匈牙利神经生理学家费伦茨·奥巴尔把这些想法进一步推进，发展成一套更完整的理论框架。两人都试图解开一个关键问题：睡眠的调控究竟如何与神经态和免疫系统相互牵连？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思路部分受到诺贝尔奖得主美国免疫学家杰拉尔德·埃德尔曼的神经达尔文主义影响，一种将神经系统的选择与进化机制相提并论的大胆理论。简单来说，这个理论描绘的是一种神经上的生存竞争。大脑里最初存在着大量的神经连接，但只有那些真正被有效利用、能支持功能的连接才会被保留下来，持续存在。相反，那些闲置不用的连接会逐渐变弱，最后枯萎消失，把空间和能量让给更有意义的网络。这也是为什么它被称作达尔文主义，一种适者生存的神经版本。当然，它和达尔文原本的进化论还是有很大不同，但这种选择、强化、淘汰的逻辑却为理解大脑活动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框架。大脑是高度可塑的，而这种用进废退的特性也推动了克鲁格和奥巴尔提出的一个关键想法：睡眠不是整块发生的，而是由一个个神经元小群体自行启动。这些小群体彼此半独立运作，哪一组今天工作的多、负担的重，他们就会率先申请休息，进入睡眠模式。这听起来像是把睡眠拆成了无数个局部事件，但正是这种视角，为早期睡眠与神经可塑性有关的猜想提供了久违的理论支撑。毕竟，
可塑性说的就是大脑会因为经历而改变。英国医学杂志在1899年还引用了艾拉·范吉森医生的一句话，用来描述这种现象。范吉森医生当年的设想听起来几乎像是科幻小说，神经细胞通过收回触角就能让自己暂时退出电路，而当它再次伸展，这条回路又重新连上。这种伸缩进退不是单个神经元在行动，而是以群组网络小型社区的方式集体发生。于是一部分脑细胞主动离线，另一部分继续值班。他认为正是这种收放自如的机制，揭开了一整类令人费解的心理现象背后的秘密。几十年后我们再回看，会发现这几乎就是神经可塑性的雏形。可塑性一直是现代神经科学最牢固的基石之一。神经元会改变，它们的连接会加深或消退，大脑的地图每天都在重写。而在全球各大实验室里，人们仍在追问同一件事儿：睡眠到底如何参与这场神经连接的更新工程？答案尚未完全揭晓，但我们越来越清楚，睡眠与突出的可塑性之间有着紧密的无法切割的联系。局部睡眠这一概念还有另一层更大胆的含义：睡眠或许不是被动进入的状态，而是大脑最原初、最本真的样子。人话就是说，清醒是例外，睡眠才是默认的状态。实验室里的证据越来越耐人寻味，把神经元从大脑中完全取出，放进培养皿里，它们居然能活，而且能慢慢重新搭建突触，重新形成一个微型大脑。更神奇的是，一旦这个新生网络建立起来，它就会自己开始放电，规律、同步、成节奏的电活动波动着升起，像极了睡眠，像极了麻醉，又像早产儿大脑里那种被称为间断轨迹的独特节律。这些规律而自发的神经放电爆发，往往伴随身体不由自主的抽动，在某些睡眠形态中，它们是典型标志。这种现象，绝大部分人应该都经历过。有个网站叫 Twitch Sleep， 专门收集动物在睡眠中抽动的影像，人类、狗、鸭嘴兽，甚至土豚，睡着之后都像被看不见的线牵着，忽然抖一下，轻轻抽一下。如果从这种现象出发，有一种观点显得格外迷人。我们可能并不是需要睡眠，而是从一开始就被设定成一种类似植物的静止生命形式。清醒只是例外，是为了应付某些不得不做的关键任务：觅食、繁殖、逃生、护佑。完成之后，我们又迅速回到那个更原初、更深层的状态里，像是在记忆某种古老的节律，一种比意识出现还要早得多的生命底色。如果说看到这里的朋友，你开始对睡眠到底是什么感到更不确定，对它究竟是为了什么更加拿不准，甚至意识到把睡眠简单理解为很重要这件事儿有多么贫乏，那说明我们走在对的方向。但这还不够，为了看清睡眠的真实轮廓，我们得把视野再推开一点，从人类身上移开，看看其他动物怎么睡。没有比较就没有理解。睡眠研究这几十年的进步，几乎都离不开对动物睡眠的观察与测量。从哺乳动物到鸟类，从鱼到昆虫，不同物种的睡眠形态构成了一张巨大的谱系图。而这张图最早是由瑞士研究者艾琳·托布勒开启的。他像一位耐心的天文学家，只不过观察的不是星系，而是各种生命体闭上眼睛时的样子。他记录了许多物种独特的睡眠方式，让睡眠的进化史第一次真正成为一门学问。从蟑螂到蝎子，从大象到长颈鹿，被记录的物种名单不断扩张。近些年，名单里又出现了骆驼、树懒、九头蛇、水母、须鬣蜥、章鱼、企鹅。无论是怪异的，还是大家日常所见的生命，都被纳入这幅睡眠谱系。面对这样巨大的多样性，几乎不知道该从哪一个物种讲起。不同动物的睡眠方式千差万别，像是来自不同宇宙的规则。但为了让这幅图景更立体，需要提出几件值得注意的事儿。首先，我们至今找不到真正不睡觉的动物，但问题在于，一旦把我们习惯的人类标准套到别的物种身上，界限就开始变得模糊。比如不动或反应减弱这些定义，它们几乎无法在成千上万的动物身上使用。有些生命一辈子几乎不动一下，那你又要如何判断它们有没有进入睡眠？那海葵呢？珊瑚呢？贻贝呢？它们有没有自己的睡法？很可能有，只是我们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去辨认、去测量。或许我们需要在每个不同的生物分类里制定一个特定的标准。换句话说，睡眠可能无处不在，但我们缺乏语言去描述它。其次，动物的睡眠方式几乎覆盖了所有你能想象的可能性。有些物种每天睡得长而整齐，像一本时间准则清晰的日历；也有些睡眠被切割得七零八落，像被打碎的玻璃。有夜行性的，有日行性的，有薄幕活动的，也有完全没有偏好的。想醒就醒，想睡就睡的。有些鸟能在飞行中打盹，鲸豚类从不让两边大脑同时入睡，就像永远留一盏灯为自己守夜。海豹在水中也是半脑睡眠，可一旦上岸又能切换成全脑睡眠，
像换了一个模式。最戏剧性的要数像海豹，它们入睡时会缓慢下沉，像一片叶子轻轻落向海底。当它们进入最深层的睡眠时，也正好潜到最深的水域，几乎几十分钟不上来换气。驯鹿在看似睡着时仍旧反刍，它们的大脑波形会被咀嚼的节律牵引，仿佛咀嚼本身就成了一种替代性的睡眠。而在人类身上，磨牙却被视作睡眠障碍。这对比多少有点荒诞。企鹅的睡眠方式是我最喜欢的例子之一。有研究显示，在喧嚣拥挤的企鹅群落中央，它们把一天的睡眠拆成无数微型睡眠，每次只有几秒钟，几秒钟就够它们补上一个能量。这跟菲利普认为器官的间歇就是休息的说法如出一辙。这是一种只有企鹅能做到的本领吗？还是我们人类也有的呢？最后，我们对动物在野外究竟如何睡几乎一无所知，也就是在那些睡眠经过上千代自然选择而成型的真实环境中。已有的少数研究将圈养条件与野外睡眠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差异大得惊人。大量证据也清楚表明，环境确实重要。更令人着迷的是，同一只动物，无论是大象、寒鸦还是一只老鼠，它们每天的睡眠时机和睡眠量都能随外界刺激与压力而灵活调整，仿佛睡眠并不是一套固定程序，而是一种随境而变的生命策略。环境与情境无疑至关重要。睡眠对干扰的敏感，细腻的近乎脆弱，而我们用于研究它的测量过程本身就可能，甚至极有可能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了睡眠的面貌，以我们尚无法完全察觉，也无法真正校正的方式。讽刺的是，当我们依循科学传统，努力让实验条件标准化，我们也同时把这些条件变得愈发人工化。于是，我们试图理解的那个自然过程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或许睡眠始终会带着某种不可捉摸，正如伯特兰·罗素在1918年写下的那句话：只有当你试图让某件事变得精确时，你才会意识到它是多么模糊，而一切精确的东西又都离我们日常的思维如此之远。世界在不停改变，而且变得越来越快，而睡眠的进化却远远跟不上。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以难以想象的方式重塑了这个世界，以至于它几乎认不出了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在许多层面上与自然渐行渐远。从根本上说，睡眠意味着一种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可是这种关系如今已经被不可逆地打断了，它被彻底打乱了节奏，与它曾经赖以演化的背景不再契合。在我看来，这正是我们无法真正理解睡眠，更别提企图掌控它的最根本障碍。我们的睡眠模式是在更新的世界里逐渐塑造的，在猎人与采集者的时代，在漆黑山洞中漫长而宁静的夜里，而如今我们却必须在霓虹闪烁的世界里生存，一个被无数干扰、无尽数字讯息不断打断的世界。这还得是在我们有幸生活在和平国度的前提下。在新闻中，当我们听到对战区或遭遇自然与技术灾难地区的援助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永远是水、食物、药品，睡眠却几乎无人提及。然而它却总是第一个受到灾难冲击的生命功能，它被剥夺、被侵扰，被迫让位于求生的本能，却又悄无声息地支撑着所有其他一切。我们始终相信清醒优于睡眠，可偏偏又无法压抑那股古老原始的睡意。在这种矛盾里，人们渐渐对睡眠怀着一种怨气，睡眠成了必须被解决的问题，它拖慢我们，打断我们，限制我们。当想要马上解决睡眠这场战争一次又一次失败之后，企业家和科学家便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一种更有创意、更技术化、更像修复程序的方法。与此同时，睡眠也被重新包装，化成可以生产、可以贩卖的商品，它成了美容配方，成了保健品，成了可以升级、可以优化的生理功能。睡眠不再是睡眠，而是一个产品。也难怪越来越多的生物伦理学者开始警告，一旦睡眠增强技术真正落地，它很可能拉大不平等。谁能买到更好的睡眠，谁必须在高压环境下靠技术维持警觉，谁又会因此变得更加可替代。这种未来听上去并不比失眠好多少。随着各类睡眠科技的普及，伴随而来的也不是只有便利，更是一整串复杂的问题与担忧。其中最棘手的也许就是这些技术往往制造了比他们解决的更多的误解。例如，你可能会根据某个装置提供的本身就相当不可靠的深睡时长数据来决定今天能不能开车，能不能操作机器，可那数字未必真实，却在悄悄左右你的判断。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德波的景观社会。我们正在逐渐滑向一个奇怪的境地，变得更在意看起来睡得好，而不是真正好好睡觉。睡眠成了一种外在形象，成了一种被展示、被消费的东西，
而不是为了身体与心灵本身的休息。睡眠追踪设备的普及还带来了另一层后果。当这些装置不断记录我们的动作、呼吸、心跳时，我们也在悄然失去某些最根本的东西——隐私。正如卡丽莎·贝利斯在《隐私与监控的伦理》中所说，隐私并不是人类独有的偏好，而是一种跨物种甚至于生命本能的需求。而睡眠恰恰是我们生命中最私密的状态之一。我们通常只有在自己家里，在值得信任的人身旁，才睡得最安稳。这种被保护、被庇护的感觉，本就是入睡的重要条件。当然，也有例外。当睡意强到不可抗拒时，它会压倒一切。士兵会在战壕里倒头就睡，集中营中忍受刻苦折磨的囚徒也会在极端条件下沉入昏睡。但那并不代表隐私不重要，而恰恰反映了睡眠与安全感、与自主性、与自由有着比我们习惯承认的更深的联系。从最根本处说，睡眠是一种抽离，让我们从周遭的一切，无论有生命或无生命，都暂时退回，进入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维度。睡眠的本质就是被允许独处。也许正因如此，在战争中，在痛苦、死亡与苦难遍布的环境里，睡眠反而成为一种救赎。它给予人短暂逃离现实的机会，让外界的残酷在片刻间失声，让心智得以维系正常，让人得以继续活下去。也因此，剥夺睡眠，剥夺维持睡眠所需的那份隐私与独处，无异于酷刑。它与施加肉体疼痛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我相信，未来真正的睡眠技术突破，也许将来自对睡眠双重本性的把握。这种最神秘、最难以捉摸的特质，睡眠既是断联，又是连结。从一颗半醒半睡的星球谈起，试图动摇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睡眠虽然是我们最私密、最封闭的状态，却未必只能属于孤独的抽离。想想那些时刻，你躺在床上无法入睡，反复咀嚼忧虑与焦灼，独自沉陷于夜色深处。在那样的孤独里，我们常误以为睡眠是与世界彻底断开的，而我设想的未来却或许不同。虚拟现实沉浸式多感官体验，也许能开启一种新的可能，让我们在睡眠的边缘，在半醒与半梦之间，以某种温柔而不打扰的方式与他人重新建立联系。或许有一天，睡眠不再只是孤身一人的暗夜，而是能够共享的轻微相连的时空。试想一下，如果你能将此刻的辗转反侧抛向夜空，与同一时区里无数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共享，而他们也给予了回应，这或许就是一切的转机。睡眠从来不是一座孤岛，它本质上是一种关系，就像友谊或者爱情，仅仅是意识到我并不孤单，仅仅是感知到在这个时刻，周围的人群正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同滑入甜美的静谧。这种群体性的静默的共振，远比任何冰冷的药丸、脑波刺激，或是那些试图强制关机的精密仪器都要有效得多。毕竟，如果睡眠是我们最原始的出厂设置，它就不该被强迫，也不需要被优化。你唯一要做的是松开手，允许它发生。